你知道吗？在亚洲的版图上有10个发展极为滞后的国家，这里的女子身姿曼妙，容貌出众，却在贫困的泥沼里被迫踏入红灯区，让这片土地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风月之地。当地百姓人均每日的收入竟然只有1块2毛钱。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国家并非全是一无所有的贫瘠之地，有的明明握着矿产和石油这些黑色黄金，堪称世界级别的自然宝库。可最终的人均 GDP 却低得让人心疼不已。为啥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天赋的丰富资源到底是怎么变成限制国家发展的沉重枷锁？本期视频就为大家逐一揭晓这些国家背后的隐秘过往。第10名，孟加拉国。你见过香烟论根脉的国家吗？在21世纪的今天，这种景象可能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在孟加拉国，这却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在孟加拉国147570平方公里的国土上，生活着约1亿7千万的人口，也就是说，每平方公里都生活着1138人。这个国家常年位于全球贫困榜单的前列，人均 GDP 仅为1869美元。这里有 49.8% 的人口都处于贫困线以下，其中有 33.4% 为极端贫困人口，是联合国援助的常客。而孟加拉国能沦落到今日这般田地，自然环境的挑战可谓功不可没。孟加拉国坐落在恒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冲击而成的三角洲地带，由江水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平原，整体地势非常低平，土壤却异常肥沃。在那个以农业为根基的年代，这儿简直是天选的帝王基业。不过呢，老天爷赏的水实在是给的有点太慷慨了。孟加拉国内足足有230多条河流，再加上星罗棋布的湖泊与池塘，全部水域面积占国土的 10%。可是孟加拉国大部分地区的海拔都处于10米以下，一旦遭遇暴雨，随随便便就会被汹涌的洪水所淹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孟加拉国连最基础的农业都难以稳定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就更是无从谈起。不过话说回来，尽管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孟加拉国却在一个行业上意外地繁荣起来，那就是性产业。这片贫瘠的土地拥有着全球最大的红灯区，在那一间间简陋房子的门口站着的都是招揽客人的女性。第9名，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地处南亚，坐拥 2.4 亿的庞大人口。2023年的人均 GDP 仅为1664美元。整个国家的人口中，有 21.9% 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日生活费用甚至不到 1.90 美元。这些数据乍一看确实令人震惊，毕竟巴基斯坦不仅接受了大量的国际援助，它自身也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些条件本应至少能保证人民的温饱，但现实却是贫困与饥饿横行。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首先源于教育的缺失，这里的国民识字率仅为 44%， 而教育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城市中的富裕阶层，孩子可以享受高质量的私立教育，而大多数农村及贫民区的孩子则可能连基础的识字都成问题。虽然政府声称为教育投入了大量经费，但由于严重的贪污腐败，这些资金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落入了官员的腰包。不少学校至今还在使用着上世纪遗留下来的陈旧设施，甚至有些学校因为实在没钱了，只能直接关门大吉。除此之外，咱们再来瞅瞅巴基斯坦的政治环境。巴基斯坦紧挨着印度和阿富汗，那地方几乎就是个没完没了的战场。印巴分治直接引发了印巴，两国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巴基斯坦与阿富汗的边界问题也导致了频繁的摩擦与冲突。长期的战争和对抗严重消耗了巴基斯坦的国力，使本已低迷的经济雪上加霜。第8名，柬埔寨。东南亚的古国柬埔寨，世界闻名的吴哥窟见证了曾经辉煌的吴哥王朝。然而如今的柬埔寨却早已不是昔日那个中南半岛的霸主，成为了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柬埔寨的贫困源于多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历史上的战乱和政治动荡导致了柬埔寨社会基础设施的破坏和经济发展的停滞。15世纪后，柬埔寨便开始迅速衰落，边上的暹罗，也就是今天的泰国，不断对其发起进攻。到了17世纪，柬埔寨更是遭到了泰国和越南两大强邻的夹击，一度被戏称为东南亚版的波兰。到了19世纪末，柬埔寨彻底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从此一蹶不振。到了20世纪70年代，红色高棉发起的行动，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种族灭绝事件之一。大约170万柬埔寨人民在这场浩劫中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因此，即便坐拥璀璨的文化遗产和悠久的历史底蕴，柬埔寨的现代化进程依然走得磕磕绊绊，异常艰辛。第7名，塔吉克斯坦。这个名字在地理课本里可能只是一闪而过，稍纵即逝，但它却是中亚地区一个实实在在充满趣味的国度。它的国土面积只有 14.31 万平方公里，是中亚5国里面积最小的一个。山峰高耸入云，被誉为高山之国，水果甜美多汁，被称为中亚水果之乡。然而这些美好的形容词并不能掩盖塔吉克斯坦的现实困境。作为中亚5国中最贫穷、最不发达、最不稳定的国家，它的人均 GDP 只有可怜的1441美元。但你可别看塔吉克斯坦穷，它实际上是一个家里有矿的国家。塔吉克斯坦境内拥有近9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和超过1亿吨的石油。除此之外，塔吉克斯坦还拥有600多吨的金矿储量和全球第2的银矿区，储量达10万吨，人力矿储量在亚洲更是排名第3，还没算上那515万吨的无烟煤矿，13亿吨的焦煤矿、油锌和铅矿。此外，塔吉克斯坦的水资源也非常丰富，人均拥有量居世界第1，总量在全球排名第8，占整个中亚的60%。然而这些道不完的丰富资源却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经济的繁荣。塔吉克斯坦的经济可以说是被自然环境和历史背景共同塑造的。塔吉克斯坦地处帕米尔高原，境内山地和高原占总面积的 93%， 可耕地面积不足 7%， 大部分地区根本无法进行农业生产，这直接导致塔吉克斯坦必须依赖粮食进口。与此同时，这样的地理条件导致交通运输变得异常艰难，所以即便资源再丰富，开采和运输的成本实在太高，也就没人愿意来这里投资了。第6名，东帝汶。提到东帝汶，你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这个位于东南亚的小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之一，也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23年人均 GDP 仅为361美元，目前依然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一个落后的年轻小国，事实上拥有着比文莱更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目前东帝汶已探明的石油储量超过50亿桶，天然气储量接近7000亿立方米，资源丰富度在东南亚地区那是名列前茅。但可惜的是，这些丰富的资源并没有给东帝汶带来经济的繁荣，反而成为了贫困的诅咒。东帝汶自从2002年从印度尼西亚独立出来，就陷入了内乱的泥沼。与许多新的独立地区一样，权力的分配问题导致创始团队内部不断分裂，内部动乱接连不断，这一连串的麻烦都极大地拖累了经济的增长。但更吓人的还在后头，资源诅咒在这里也展现得明明白白。虽说家里的石油比文莱还多，天然气也是储量惊人，可因为国家自个儿既没那技术，也缺管理的人才，因此并没有从中获得应有的经济利益，大部分利润都被外国公司抽走。除此之外，经济结构单一也是一个问题。东帝汶过于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这使得其经济十分脆弱，国际油价的波动将直接影响到国家收入，而其他产业如农业和旅游业尚未得到充分开发。由于以上种种原因，东帝汶的人均收入非常低，一个7、8口人的家庭一个月可能只能赚到100美元左右。第5名，吉尔吉斯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是另外一个位于中亚的贫困国家，它四面环山， 80% 的国土都覆盖着崇山峻岭，中间穿插着湖泊和河流，壮丽是壮丽，穷也是真的穷。2023年它的人均 GDP 仅为1264美元。但吉尔吉斯斯坦可不是一直都这么困窘的。早在苏联时期，这里曾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强国。1936年加入苏联后，它成为了苏联有名的畜牧业提供国，羊群饲养量排在苏联各加盟国的第3位。此外，吉尔吉斯斯坦还利用其高山谷地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了水电和矿产。然而1991年苏联解体后，这个依赖苏联经济支持的国家突然失去了靠山，经济瞬间一落千丈。为了生计，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羊群宰杀换取外汇，矿产资源也被出售以偿还外债。此后，吉尔吉斯斯坦的经济开始急剧下滑，国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这样的结局其实也并非无迹可寻。在苏联时期，吉尔吉斯北部率先发展工业，经济水平大幅超越南方，政府的高官也大多来自北方。时间一长，国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北方富裕、南方贫穷的局面。人口众多的南方地区自然对此感到极为不满，南北对立的局势导致政局长期动荡不安，
频繁的政府更替和政治不稳定进一步削弱了国家的经济基础，国家贫困的状况愈发严重。第4名，缅甸。缅甸这个充满矛盾的国家藏在东南亚的异域，这里的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素有东方米仓的美誉。然而，尽管坐拥如此丰饶的资源以及巨大的人口红利优势，缅甸如今却依然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23年的人均 GDP 仅为1169美元。缅甸的贫困有着极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它的政治历史简直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悬疑大剧，充满了无数的转折和意想不到的意外。从英国殖民到军政府统治，再到尝试民主化，每一步都走得异常艰难。英国对缅甸的殖民持续了60多年，给缅甸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创伤，为缅甸后来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和障碍。后面，日本又对缅甸进行了掠夺性的政策，大量抢夺和运走了缅甸的粮食、石油、天然气、矿产、木材、宝石等自然资源。即便是在1948年独立之后，缅甸的内战也从未停歇，一直持续到今天。原来缅甸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拥有135个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之间语言文化各不相同，宗教和历史也各有差异，想要统一管理起来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然而政治上的不稳定又意味着所有经济改革和发展计划常常都是半途而废，外国投资也因此望而却步。第3名，尼泊尔。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南部坐落着一个神秘的国度。尼泊尔这个内陆国家的面积约为 14.7 万平方公里，拥有近3000万人口。尽管被赋予了惊人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尼泊尔至今依然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人均 GDP 只有1092美元。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就像是在天堂与地狱的边缘跳舞。尼泊尔境内遍布高山，尤其是北部地区的山脉，终年积雪不化，人迹罕至。这里有举世闻名的喜马拉雅山脉，其中就包括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尼泊尔的森林资源和生物资源非常丰富，生态环境基本未受到过大的破坏。在这一点上，尼泊尔人是特别的自豪，甚至还把它写进了自己的国歌中。尼泊尔的自然风光吸引了无数游客，每年都有大量的登山者和探险家来到这里挑战世界之巅。然而，尽管拥有这些自然奇观，尼泊尔的经济发展却并不理想。超过 80% 的尼泊尔人主要从事传统农业，日常种植甘蔗和大米。虽然基本可以实现粮食的自给自足，但工业发展程度却很低，只能进行一些最基本的加工。每年的国家支出中，有接近 30% 都来自于借贷和国际援助。第2名，也门。位于那富饶的阿拉伯半岛，那里是名副其实的富国林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这些石油国家个个富得流油。但凡事皆有例外，很不幸的，也门就是这么一个例外。这个国家被联合国认定为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2023年人均 GDP 仅有976美元，这与隔壁卡塔尔的6万多美元相比，可谓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你细看它的地理位置，也门守着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的出口亚丁湾和红海，理应能够吸引无数商船和投资。而在历史上，也门也的确是丝绸之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站。来自亚洲和欧洲的商船时常停靠在也门港口进行物资补给，再经由陆路将货物运往阿拉伯半岛。北部肥沃的土地和充沛的降水也让也门早早孕育出了灿烂的文明。在石油被大规模发现之前，也门可比半岛上其他地方要富庶得多。但看看眼下的光景，也门的港口和市场常常空空荡荡，商船宁愿多绕点远路，也要避开这片是非之海。持续的冲突和政治动荡将这个国家推到了世界关注的边缘，经济发展几乎停滞不前。第1名，阿富汗。2021年8月30日，数以千计的阿富汗人蜂拥至首都喀布尔的机场，见证了一场历史性的撤离。美军在阿富汗驻扎20年后，终于全部撤出，一场以反恐为名的战争画上了句号。这个位于中亚的小国，长期以来被称作帝国的坟场。因为在它的土地上已经接连拖垮了大英帝国、苏联和美国这3个世界性的大国，但这个看似戏谑的外号背后，却是无数阿富汗人民的血泪与挣扎。尽管美军已经撤离，但阿富汗依旧是中亚最贫穷的国家，人均 GDP 仅为373美元。阿富汗素来被称为多山之国，其境内地形错综复杂，山地占据了国土的大部分面积。在和平年代，这样的地形条件限制了农业的发展。然而到了
战争时期，它却化作了天然的游击战场。复杂的地形地貌让外来的侵略者难以实现全面掌控，也由此塑造了阿富汗人民顽强不屈的战斗精神。就像是那古老的阿富汗谚语所说，你可以拿走我们的果园，但永远攻不破我们的山。然而这些优势并没有真正带动经济向前发展，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部落首领手里，粮食和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非常有限，最终导致阿富汗人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看完这10个国家的真实境遇，难免让人唏嘘不已。他们中有的坐拥石油矿产、水资源等得天独厚的自然禀赋，本可凭此筑牢发展根基，却因战乱纷争、政局动荡、治理缺失，让宝藏沦为诅咒。有的受限于恶劣地形与自然灾害，农业不稳，交通闭塞，一步步陷入贫困的循环。贫穷从不是单一因素导致，历史伤痕、外部干扰、产业单一等多重困境交织，让这些国家步履维艰。而这也让我们明白，资源并非致富的万能钥匙，稳定的社会环境、科学的发展规划与健全的治理体系，才是一个国家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核心底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不知道今天介绍的亚洲最不发达的10个国家，哪个更让你印象深刻呢？订阅我，让我们去探寻更多的不同。